明朝福建平和县，一个女人死在自己床上，凶器是一把广刀，刀鞘上刻着仨字季佩全。这3个字是当地一个有钱少爷的名号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所有人都说凶手找到了，可这案子里有个没人在意的由头，情夫杀人，凭什么把自己的名字留在现场？这把刀怎么会出现在那儿？列位得先从这个女人的来历说起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书。列位，明朝年间，平和县有个妇人叫甄氏，这人在当地名声极臭，成天在家里招惹是非。她丈夫封基实在看不下去，劝了几回都没用，最后心一横，出门做生意去，再也不回来了。甄儿封氏在这种日子里长大，这女娃的心思也慢慢走了歪路，是这下彻底没了管束，把家里搅得乌烟瘴气。可怜家里还有个10岁的女。转眼间，封氏长到了15岁，出落得如花似玉。可她不仅没学好，反倒比她妈还能折腾。人长得漂亮，周围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就整天围着她转。其中有个叫季仁的富家子，两人来往最密。封氏成年后，他亲妈甄氏竟然为了钱，不愿让女儿出嫁，想留着当棵摇钱树。这事儿传出去，封家的亲戚们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对着甄氏一顿骂。甄氏顶不住压力，只能把封氏许给了楚家。可封氏即便结了婚，还是3天2头往娘家跑，继续跟旧情人季仁勾搭，挣来的钱全给了亲妈，剩下的他自己大手大脚的花。楚家后来实在忍不了，这女人太放荡，干脆转手把她嫁给了段禄。封氏进了段家的门，还是那副德行。段家有个亲戚叫段然，是个长相丑陋的杀猪匠，竟也动了歪心思，想占封氏的便宜。封氏虽然风流，但也有底线。他嫌段然长得丑，死活不肯答应。段然这人心眼小，从此就记恨上了。有一天，封氏回娘家住，季仁跑来找他叙旧。封氏愁眉苦脸地说，自己最近老做怪梦，心里总不踏实，要是床头能搁把刀剑镇宅就好了。季仁二话没说，当下就送了一把刻着自己名号的广刀给他。季仁的妻子护氏知道丈夫又去找封氏，在家里闹翻了天，跟季仁扭打在一起。季仁被老婆闹得火起，干脆离家出走，躲到别处睡觉去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封氏起得很早，独自一人倚在大门口。正好段然出门买猪，路过甄家门口，看见封氏独自站着，嘴上就不干不净起来。封氏没理他，转脸回了屋。段然色胆包天，竟尾随进了房间，非要封氏顺了他。封氏大骂道，你是我的亲叔公，怎说得出这种畜生不如的话？可段然根本不听，非要霸王硬上弓。段然眼看封氏态度坚决，恼羞成怒，他一眼瞧见床头放着那把广刀，随手抓起来威胁封氏。封氏也是个刚烈的女子，大声骂道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在这儿行凶？段然见他真的不从，一狠心抽出刀直接砍了过去，封氏当场毙命。段然吓得把刀扔在地上，慌忙逃走。等甄氏起床，发现女儿倒在血泊中，吓得魂飞魄散。消息传开，邻居们都跑来围观，场面乱成了一锅粥。封氏的丈夫段禄赶到现场，问岳母到底出了什么事儿。甄氏只是一味的哭，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段禄捡起地上的刀，发现刀鞘上刻着季佩全3个字。邻居们一听，立刻议论开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佩全就是当地富家子季仁的号。有人私下嘀咕，
说继人昨晚刚跟老婆打完架，肯定是心情不好跑来寻欢，结果两人闹崩了才杀的人。段路听了这话，认准了继人就是凶手。段路一纸诉状告到了官府，他在状纸上写得绘声绘色，说继人跟封氏长期勾搭，继人老婆闹得太凶，激怒了他，继人提刀杀人，现场留下的那把刀就是铁证。继人被告后大喊冤枉，说这刀确实是他的，可那是封氏找他要来驱邪的，他根本没杀人。继人还辩解，情夫怎么会杀自己的相好，杀封氏的人肯定另有其人。官府提审了证人，大家都承认继人有奸情，可杀人的那一幕谁也没亲眼见着。知府朱公觉得这案子证据确凿，他说道，哪有送女人刀剑驱邪的道理？再说继人的老婆刚骂过他，男人发了怒，杀掉外面的女人也是常有的事。于是朱公判定继人杀人罪名成立。到了第二年，案院孟大人来巡视，准备处决囚犯，继人的兄弟们哭着来喊冤。孟大人是个心细的人，越看这案子越觉得有蹊跷。如果真是为了争风吃醋，谁会蠢到把刻着自己名号的刀留在现场？孟大人想了个奇招，他让继人的大哥留在牢房里顶替，让弟弟继位先回家，对外宣称继人已经被处死了。继位回家后披麻挂孝，家里人哭声一片，还大张旗鼓地办起了法事。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孟大人让继人偷偷潜回村里，在甄家和段家的门口装鬼号哭。继人这一哭，可把周围的人吓坏了，尤其是那个心里有鬼的段然，听到哭声后整个人都傻了，赶紧出门烧纸钱。到了第3天晚上，继人又准备了梯子，爬到了段然家的房顶上，借着朦胧的月色，继人用破衣服蒙住头，手里还提着一个假人头，在房顶上凄厉的惨叫。段然终于扛不住了，他跪在地上，边烧纸边祈祷，说，封氏啊，我当时只是想调戏你，谁让你不肯从我？官府已经杀了继人，给你偿命了，你去找当官的要命，千万别再来缠着我了。这几句话全被躲在暗处的继人听了个真切。继人立刻跑回去报告了孟大人，孟大人随即升堂，连夜提审段然。段然一开始还想抵赖，死活不肯承认。孟大人早有准备，他让继人和一个妓女乔装打扮成冤死的一男一女2个鬼魂。公堂之上灯火昏暗，2个披头散发的鬼手持人头，在大厅里飘来飘去，还发出凄惨的叫声。段然哪里见过这阵势，吓得魂飞魄散，瘫在案前，把杀人的经过招认得一清二楚。孟大人当场宣判，他说段然这厮色胆包天，禽兽不如，强逼侄儿媳妇儿，坏的是伦常，不成便杀人，这叫残暴至极。杀了人还想灭迹，差点让无辜的继人替他抵命，这种人绝不能轻饶。段然被押入大牢候审，继人当堂释放。几天后，继人跟着大哥回到家，家里人看到他死而复生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全家人抱在一起大哭了一场。继位看着哥哥平安归来，激动地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继人一五一十把孟大人如何设下奇计，如何让他装鬼捉拿真凶的经过讲了一遍。家里人听完，个个都夸孟大人神机妙算，全家人立刻摆上香案，对着官府的方向遥遥下拜，祝孟大人官运亨通，子孙满堂。这个家差点因为一桩冤案就散了，
如今总算重新聚拢在了一起。这桩奇案在平和县传了很久，大家都说明辨是非的官才是老百姓的活菩萨，要不是孟大人眼尖心细，纪人这辈子就得背着杀人的罪名冤死在刑场上了。说到底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放荡的风势也好，色欲熏心的断然也罢，谁种的因，谁就得吃自己的果。一桩铁案翻了，不是因为鬼神，是因为有人较了真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说。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